欢迎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走进天津卫视的大型情感节目《爱情保卫战》，来看看今天请到的几位情感导师是谁？他们是情感导师莎娜老师，欢迎；情感导师雷鸣老师，欢迎；情感导师周小鹏老师，欢迎；情感导师陆琪老师，欢迎。来了解一下这对嘉宾的基本情况。你看，你最希望对方改掉什么毛病？ 他脾气暴躁，自以为是，还特别抠门，懒，爱挑我毛病，还总爱唠叨。他永远不会认为自己错了，更不会改。我不能害了儿子。他肯定说我一堆都不是，永远都是这样，一直在抱怨。我们有请这对夫妻，有请樊先生，33岁，来自广西工人；韦女士，35岁，来自广西私营业主，有请。欢迎两位哈！看这个小片里面，两个人是针尖对麦芒。您在小片里面有一句话，就是为了儿子要怎样怎样，这话我怎么理解呀？就是对儿子的话，脾气很暴躁，教育儿子，对，然后经常就是大吼大叫，一点耐心都没有啊。所以您是说了一半嘛？如果他这样对待孩子，你的意思是什么意思啊？希望老师帮我调节一下，对孩子的教育改变一下这个态度。先生今天为什么来？我看你对妻子也有那么多的不满。他平时老是挑我毛病，说我一堆都不是。我喝酒回来还不照顾我。你们结婚多少年？我们结婚8年了，所有家里面家务事都是我在做。有空没空你就一直在那里玩手机，一直玩到手机关机，还是在那里玩。那天有一次我要上班要加班，我没有空，叫你自己去买菜煮好饭等我回去吃。然后你呢，菜是买了，但是没有煮菜，我回来就很生气。那你能不能做一顿好吃的等我回去呢？每次总是这样。哎。结婚8年做过一顿饭吗？很少，家里面大小事情都是我在做。还有经常就是喝酒喝到半夜11、2点钟回来，不洗澡不脱鞋直接上床就睡觉。我很反感这样子，真的很受不了。我跟他说了很多遍了，他还是不听，每次都这样。那我平时工作那么累的，我跟工友聚一下怎么了？整天就是挑这种毛病。这不是我挑毛病，那你要顾及一下我的感受呀。我都睡着了，你大半夜你敲门这么大声，而且醉醺醺的回来。所以你介意的不是他喝酒、晚归，对，介意的是他不重视我，经常这样。您指的经常这样是1周几回啊，还是1个月1、2次啊？1周2、3回都有，而且还嫌我胖。有一次我跟他去看衣服，叫他帮我参考一下，他在那里玩手机，就看了我一眼，就说难看太胖了。那平时我叫你减肥你也不减，现在就是说很胖。而且他不仅对我这么嫌弃，对我的父母也是很抠门。逢年过节我们很少回去，大年30的话，他给我父母每个人封100块钱红包，你好意思拿得出手？那我不交房贷了吗？我哪来那么多钱？哎，我看那个资料上面您是私营业主是吧？自己做买卖？哦，对。你们俩谁挣得多？我差不多，你就比我多一点。然后不管你挣多挣少，但是我的父母一年到头你就封这么小的红包，一点面子都不给我。我爸妈也会想到我是不是过得不好，你就不能表示大方一点吗？我不大方，那你以前上班没有车，那不是我给你买的？那是婚前啊，但是婚后你真的很抠门了，脾气又大，好，很小气。行，特别是对待儿子也是一样，很暴躁，我就受不了，忍无可忍。这是要把一个男人全部都否决完啊！就扯到儿子了是吧？对待儿子他也是这样的，他有时间他也不会主动去陪儿子，而且有一次我问儿子：“你爸爸呢？”儿子说：“爸爸躺在那里玩王者荣耀，你在旁边玩游戏，你叫他写作业，他能服气吗？”那我工作那么累的回来，我放松一下不得啊？你又不是不知道我那高空作业的，你非要挑这种事，那我叫他写作业他不写，那不听我的，我又不能一直骂着他。你总是对他大吼大叫的，从小到大一直都是这样。刚才您说您高空作业，您是什么职业？就是搭那种架子之类的。搭脚手架的是吧？对。哦，理解了。那你回来为什么要当着他面前玩游戏呢？他刚才不是说他想放松吗？放松你可以不是在小孩面前玩啊。那我出去跟朋友喝酒不就得了？回来你又不照顾我。我照顾你，我有这么多时间吗？这么多事情等着我去做，你也不帮我分担啊。像儿子有一次早上起得晚了，你脾气就很暴躁，一上来就大吼大叫的，直接就把被子翻了。你去不去学校？不去学校，我叫老师退钱。儿子被你这样说，他也吓哭了。那我听到你说这句话，大清早的，我也很受不了，很反感，很讨厌你这样教育儿子。那我不急着去上班吗？叫他又不起，
可以好好跟他沟通啊，你为什么要大吼大叫的呢？谁叫你非叫我送他去？你不送去，为什么你不送去？为什么偏偏每次都是我送去嘞？还有啥不满意？您都说了。还有一个就是刚刚发生上个礼拜，小朋友在楼顶上面玩，楼顶上面有水龙头、有洗衣粉这些在上面洗的一些东西，然后小孩在那里玩，一身的泡泡，很高兴，他上去看见了，他就很生气，又骂了，还恐吓小孩说，那我把你关在楼上，给你在上面玩一天去，你不用下来了，你就在上面玩了。现在孩子多大？6岁。 6岁。6岁了。当时您在干嘛？我在楼下，后来我听到小孩子哭了，我说怎么回事，我就跑上来了。我就说他，你怎么回事？这样子来教小孩，这么小的小孩，你把他关在楼上有多危险？你就不想想后果吗？我想后果，那你平时教好不就得了？你平时教好还有这种情况吗？他还会这样做吗？刚洗的被子都脏完了。小孩子贪玩，你可以跟他好好讲，你为什么要把他关在楼顶？最受不了你这一点，总是把这种事情搞得特别危险，你就好好跟他说一下，耐心一点。你有耐心，天天买东西给他就叫做有耐心。 你送礼物给他，就有耐心。平时你老是宠着他，你这慈母多败儿。我脑海里面有个词，我要问问，我看看这个词我想的对不对。您在整个描述过程中，我发现挺有意思的，就是这是一个脾气很大的男人，对吧？对。但是你描述的时候，他的脾气好像只针对你的儿子，你对妻子的怨言为什么不敢直接跟妻子说？就以前。 刚在一起的时候，他父母不同意，为了哄他过来，就想了点小办法。为了什么？哄她嫁给我啊？就怎么了？想了一些什么小？就骗她过来呗。哦，咋骗的呢？我听听。婚前各种对我好，然后就是反正我现在能够想到的是给你买辆车，除了车之外，你还怎么骗了？ 之前就是对他好一点，然后骗他过来跟我一起上班，跟他偷偷的去把那结婚证领了。啊，就父母没同意，骗人领了结婚证，是吧？那都到手了，也变成自己的老婆了，按理说脾气秉性应该是大爆发了，但是你还是不敢跟他发脾气，是吧？那是为什么呀？你是怕他跑了呀，还是喜欢这个女人啊？ 我喜欢他呗，还能干嘛？喜欢他哈，喜欢他，你怎么会嫌他胖呢？那平时他老是挑我毛病呗，还总爱唠叨。啊，所以在家里面谁经常说谁呀？都是他在说我。家里面谁活干得多呀？当然是我了，所有的事情都是我在做。所以其实通过几个细节你就发现了嘛，所有说儿子的话都是冲妈去的嘛。我那个成语叫杀鸡儆猴嘛。 儿子是鸡嘛，我要跟猴说嘛，猴才不认这个理呢。猴说你什么活都不干，你还敢杀我的鸡？那我不把你弄死啊！所以就来这儿了。我说的对吧？对。这个男人你离得开吗？离不开。离不开是因为习惯啊，还是因为爱呀，还是因为其他的考虑？我还是希望我们能有一个幸福的家庭。啊，所以您幸福的标准是？希望他对我好一点，希望对儿子的教育态度这方面的话。 有所改变，不要这么粗暴，不要这么冲动。所以你希望这个幸福，是因为你对这个男人还喜欢，或者叫还爱，或者叫还有希望，是还是不是？是。刚才你说你怕他跑，对吧？是吧？有很多女性是这样的，我是受不了，我不会屈辱的待在那儿的，我带着孩子我走嘛。你是不是害怕这个？你是更害怕这个，还是说对他还有感情？说实话。 就是对他还有感情，你确定吗？确定。你确定吗？确定。确定。回来什么事儿都不做，然后愿意出去喝酒。那平时工作压力太大了，要不是天天喝酒，一个月才2、3次而已。他可说你一个礼拜2、3次。有吗？很频繁的好吗？行，那咱们提具体要求吧，妻子。我希望他不要总是说我胖，总是嫌弃我。 然后这个嫌弃是言语上的嫌弃，还是你真觉得他就嫌弃？言语上的嫌弃，真的也有嫌弃，就是激励语言激励一下你嘛。语言激励很伤人嘞。好，我再问一遍啊，他只是在语言上面嫌弃，老说一说，还是你感觉到这个男人真的嫌弃你胖？都有。所以这是您提的第一个要求，是吧？第二个要求呢？教育儿子，不要总是暴脾气。 好好说就完事了，
会要闹得很大。在小孩子心里面，爸爸的这个形象就是我做错了，我做的不对了，爸爸就骂我。包括小孩子有什么心里话都会跟我讲，不会跟你说。好，要温柔的对待儿子，或者叫注意方式方法。第3个要求呢？对我的家人，包括我，就是大方一点。平常的话，他也不怎么主动给钱给我。那他挣的那些钱都去哪儿了呀？交点房贷，其他的话。你们的房贷多少钱？2000多每个月。你一个月挣多少钱？一个月6000多7000块。他一个月他自己能支配的钱大概是多少？1000都不到。挣7000，还2000块钱房贷，理论上说还有5000，怎么会1000都不到呢？租房子要钱。租什么房子？我们现在在住的还是租的？哦，还在租着房子。对。租房花多少钱？差不多1300、1400去。大概3500没了，那还剩3400呢？还剩就是跟工友出去应酬，偶尔花一点。那你说你1000块钱零花钱不到，这不查一查查出了3000块钱的零花钱吗？那剩下的不都给他了吗？哦，还每个月他还给你交钱啊？你给我多少呀？那你说嘛，你别反问嘛，到底每个月给多少嘛？最少有2000。这只是偶尔。不是说每个月都固定给好吗？对，他每个月的工资也一定是不固定的，对吧？有时候工作少的话，我就说你4000多5000这样。对啊，你是不固定的。平均都是5000块钱。但是基本上面他每个月还是给您交钱的，对吧？不固定。所以他刚才说的那句话是真还是假？一个月他口袋里零花钱也就是1000把块钱。假的。你觉得他有多少？除开那些七七八八也有2、3千。你这说话有点不实在了，水分太大了。因为他不是每个月都给我的，而且房租也是我挣的，我给的。行吧，就是在经济上面不是特别透明，或者也不太信任，对吧？对，就是。还有别的要求吗？对我的家人可以大方一点，平常就没了吧？这是同一个要求嘛？您现在一个月挣多少钱？我是一个小店，我一个月也就是3、4千这样。这3、4千都支配向哪儿了呢？进货都完了，还叫我补贴，还说儿子的学费，儿子的那个保育费，儿子的1个学期的5000多，另外还学了一点那个兴趣班。你有什么期待吗？对妻子？我就想把他那脾气改一改，他脾气比我还大，他那天来挑我。哦，他天天挑你，唠叨你，是吧？对。好，请你们各自用3个词来形容一下对面的那个人。脾气暴躁，抠门，对我不关心不重视。好，冷漠、抠门、暴躁。您呢？他对我也冷漠，爱唠叨。冷漠、爱唠叨，还有就是冷暴力。我喝酒回来了都不照顾我一下。你老提这个，我喝酒回来，你喝酒回来，你想让他怎么照顾你？那个直接把我关到另一个房间，这叫夫妻啊？哦，一杯热水都没递给我。那你回来澡都不洗，鞋都不脱，直接趴着躺下来，所以其实你嫌弃他嘛，他嫌你胖嘛，你嫌他臭嘛，是吧？可以这么说。OK， 好了，那你乐什么呀？那总结的不对吗？就这么个意思嘛。今天既然来了，你们就听听老师们的建议，看看他们怎么帮你们做一些调整，好吗？好。让我们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你想要改变他这件事特别难，那么但是他是能改变，怎么能改变？只有他自我有意识的那一刻，他才能自我改变。那你怎么样让他意识到呢？你做好自己的部分，让他看到你的改变，他就会想，哎，不对了，我媳妇儿怎么这样了？你能理解我说的吗？可以理解。他不能说你胖，但是我们不能对自己放松要求。他现在为什么脾气大？因为他当初他自己说了，为了娶你到手，他说了很多谎话。想当初你的父母不同意，他肯定也做了一些卑躬屈膝的事情。他那个时候是严重的心理失衡。那现在反正娶到手了，你已经是我老婆了，那我当然就为所欲为了。对你爸妈为什么抠啊？你们当时不是反对吗？你看现在反正我已经娶到手了，你们的反对是无效的。这就是他现在的心理。那你脾气大为什么？你脾气大是因为对现在的生活现状不满意。所以我觉得你们2个人想要把日子过好，先生，
既然已经取到手了，目的达到了，咱就甭翻旧账了。您心里那个结儿该过也过去了，你记恨人家父母，记恨他干嘛呢？最终不是还是取到手了吗？对吗？你对他诸多的不满，其实不就是因为在婚前尊严扫地，对不对？有一点。所以现在你觉得我说的夸张一点，用报复这个词来形容，如果你要是这个节过不去的话，你一直都心里面藏着这种怨恨的话，你接下来的日子你会更得不到他的温暖，你会更觉得你有这个老婆和没这个老婆是一样的，他会更对现在的生活不满意，会对你一直唠叨下去，你过的是苦日子呀。那同样对女士也是，你觉得他嫌弃你胖的时候，你应该自我反思一下，你现在的脾气大是因为你对现状不满意，那怎么能对现在的生活满意呢？谁不满谁改变。你先想想自己身上有一些什么能够立竿见影改变的事情，当你发现开一个头进行改变之后，后面的所有事情就都顺理成章了。明白我什么意思哈？明白。好，谢谢。你儿子一定手机成瘾？没有。别着急，现在他才几岁？6岁。等他10几岁的时候，你试试，你儿子一定手机成瘾。你儿子天天看着他亲爹在他面前一打游戏打到手机没电，将来你儿子拿着手机玩起来没完那天，你怎么管他？有样学样，别着急，没完呢。他看着亲爹隔三差五醉醺醺回来，你儿子以后一定酗酒。还有啊，你儿子以后一定怕老婆，你信吗？不知道。不知道啊？你儿子以后一定怕老婆。那家伙，我长那10几20年，我就看着我爸被数了一溜够，这家老婆惹不起。没完，你儿子以后一定不尊重女性，你信吗？之前没想过。我亲爹天天当着我的面数了我亲妈胖，我从哪儿学尊重女性去？双方为人父母需要有点改变吗？手机别当着孩子玩，架别当着孩子去吵，你们需要有点改变吗？需要。别当着孩子骂孩子亲妈，别当着孩子让孩子亲爹没脸，能有点改变吗？能吧？我问一下，你老说你老公不会管孩子，你会吗？当你去指责自己的丈夫不会做父亲的时候，你做妈妈真的就做得对吗？夫妻2个人一起找点正经不误学学，一个6岁男孩的爹妈应该怎么做？你要看，这个做妈妈的要看，学习真正的育儿知识，这个作为爸爸的你也要学习真正的育儿知识，好吗？关于成年人的情感问题，我觉得你们俩挺相爱的。我曾经看过一个纪录片叫《生门》，我建议你们2个去看一看。里面有一句话，说生育原本是2个人的事情，但是真的生育的，却变成了一切都是女方一个人的事儿。做母亲之前，我在很多事情上我也会非常耐心，就事儿嘛，就那么简单。然后看着别人家小孩，我也会认为，哎呀，孩子打打闹闹的，做父母温柔一点就好了。但是我做了母亲过后，才发现做母亲太难了，孩子随时跟你打，随时跟你闹，然后妈妈会变得越来越暴躁，就是因为她想管好儿子，想把最好的东西都给到孩子，但是她发现她无能为力，而这个时候爸爸完全撒手不管，她就更加心力憔悴。所以我在看《生门》的时候，我身边有好多女性看完看哭了，就觉得当妈的太难了，从怀孕开始内分泌紊乱，她不想变胖的，但是没办法，那个内分泌紊乱让她变胖。她可能生完孩子过后想消都消不下去，就是因为内分泌完全紊乱了，无能为力。她也想变漂亮的，可能别的女生都有时间去健身去美容，她没时间，日日夜夜得看着那个小破店儿，就为那4000块钱，因为这家需要，因为你当初骗她来的时候，你告诉给她会提供给她好日子，但是来了呢，
没办法，4000块钱非常重要，孩子的学费、孩子的日杂费，还有你们的吃穿，都需要。4000块钱对别人家不重要，对你们家太重要了。但是他没办法，因为你管不了，他只能靠自己。所以他为什么那么脾气暴躁？因为你没有扛起来你原本承诺的东西。所以我真的建议你去看看生门。你看看那些怀孕的母亲，曾经有些人还怀孕大出血难产死掉了。没办法，女人就是要做那个鬼门关，但是我们愿意，因为我们选了一个家，我们选了一个曾经爱的男人，我们也选了要给孩子一个好的家庭。但是你呢？你有跟他好好商量过吗？你有真的回家来，即便工作很辛苦的时候，跟他共同分担吗？你们本身就是普通夫妻的生活，你一个月可能拼死拼活5000到7000，他拼死拼活4000，现在可能你们生活就只能这个样子，但你们不能彼此给点关心和爱和理解吗？想一想，你当初要的是什么？你要的不就是理解的爱人、理解的家庭吗？你要的就是，虽然我们一家人就1万块钱，但是我们活得开心啊！我回家了，老婆做着饭，孩子开开心心的叫着爸爸，我能吃一口热饭，你不就想要这些吗？你才把他骗过来的。你为什么现在不给呢？你为什么现在不要了呢？当然你也是啊，你当初嫁给他的时候，不就是图着说我想跟你共同致富，好好把日子过好吗？你天天骂他干嘛呢？所以我就给你们一个建议，多理解对方一下。多说一句关心对方的话，一天就一句，踏踏实实的把你们的小日子过好了，好好的跟老婆商量一下，咱家一个月总共多少钱，咱们该怎么存好，把你们的家的钱存好了，把你们的话说好了，你们未来的日子才能过好。否则，就像刚才雷老师说的，孩子未来不孝顺，你们夫妻之间关系不好，离还离不了，痛苦的要死。所以千万别痛苦，一定要幸福的活下去。其实你们是个群像嘛，你们不是个例嘛，就是很典型的叫负面能量循环的家庭。你把活都干了，干完之后没有人夸你，你也夸不到任何人，你只会指责，因为你有怨气，你的怨气传到了他身上，他又看到了孩子，觉得这个孩子好像宠的已经没边，你是不是觉得孩子有的被宠的有点过了？结果他也抱怨怨气，整一个负面情绪在你们的家庭里面流转，到最后你们会发现一个问题，就你说你们两个明明是因为相爱走在一起的，那个父母反对我也不顾了，两个人走在一起，你确实也是努力在带给他很好的生活，那高空作业，那干那些活是很危险，你也是在拼命的努力的生活，可是为什么到最后你们居然失去了温暖对方的能力？他喝醉了回来，不管是他为什么喝醉了回来，做老婆的多多少少会有一些关心，有点心疼。按理说应该会有这些东西。老婆在家里面那么累那么辛苦，开那个小店可能有几个月可能上不了货还亏钱，多多少少做老公的一定会有心疼的。但是你们这个东西呢，去哪了？为什么表现不出来了？你们失去了给人正面评价的能力。你说不出好话来了，你有没有发现你说不出好话来？你最近一次夸他是什么时候？你想想，最近一次夸你老公什么时候？你老公就算他拿回家钱的时候，你夸他了吗？你鼓励他了吗？我们不说捧吧，至少你说哎呀老公啊，这个月真好，挣那么多呢，说了吗？你老婆在家里面天天这么照顾孩子，还要管那个店，你回家有说老婆你辛苦了，是不是她还要做饭给你吃？你有说老婆今天晚上饭做的真好吃？你有说老婆我什么时候带你出去逛个街，给你买个礼物？你有吗？你不也没有吗？你们来到我们舞台上面，跟你们生活里面是一样的，除了抱怨还是抱怨，除了指责还是指责，温暖呢？做夫妻不就是相互支撑吗？你不是为了爱，你为什么要嫁给他？他不是为了爱，他为什么要嫁给你？你跟他在一起只是为了生孩子吗？不是吧？你是真喜欢他吧？你真喜欢他，真的。为什么有那么久没有说他长得好看了？你老婆不难看啊？你老婆难看吗？不难看啊。不难看。你就说不出一句好看吗？你就说不出一句老婆你好漂亮吗？你好看，我好喜欢你吗？你恋爱的时候你说不出来吗？为什么现在说不出来？
生活吞没了你们。正能量也是可以传递的，负能量也是可以传递的。你们传来传去，传到最后，积累的是什么？满满的怨，怨到最后变成了恨，这个恨再积累下去，又会变成什么呢？你们这个家不就散了吗？所以从今天开始很简单，每天夸对方3次，你们放心，1、2个月之后，你们之间的感觉就完全变了，你们对于孩子的感觉也完全变了。最后再跟你说一句，孩子真的不能太宠，千万不要把过度的心思放到孩子身上。你和孩子形成共生之后，这个孩子离不开你，你也离不开孩子，到最后变成什么？不就变成妈宝？好好想想，就这样。为了省事儿，你总得付出。你想让他酒后能关心你，你得先给点他什么。没啥，好好回家过日子吧。啊，虽然问题重重，可是谁的日子和生活不是一地鸡毛呢？儿子今天没来是吧？儿子知道你们上这个节目吗？不知道。是谁要上这个节目？我要上的。上的目的是什么？就是希望可以调节一下我们之间的一些矛盾，然后就是教育小孩这一方面。行，老师的话都记住了哈。你也记住了，我们一起进入真情60秒。以后我争取改一下臭脾气，你也别那么强势。我希望你以后就是对待小孩子不要这么语言暴力，不要很冲动，本来一件小事情你就搞得非常的让人上火。然后对待我的话多一点关心，我还是希望我们这个小家能够幸福的生活下去的。陆琪老师不是说要一天夸3次吗？小鹏老师不是说一天至少夸1句吗？抓紧夸一下。老婆，你今天真的很漂亮，我很爱你。老公，我希望你，我也很爱你。不会说的时候就说爱就好了嘛，哪有那么复杂呀，对吧？自己都乐了。有一个情节你自己想一想，一个觉得自己压力很大，什么都不顺心的男人，出去跟朋友喝了点酒，回来可能就想着，是不是今天老婆给来杯热水啊？门是关的，铺是冷的，可能醉死在那儿，想喝口水都没人搭理，听到的是，你去喝呀。你怎么不喝死在外面呢？那是个什么心理？当然前面他也做了很多事儿，让你那样。记住老师们的话好吗？好。就什么都不会做的时候，就记住，咱嘴甜点好吗？谢谢2位，请回。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欢迎登录优酷视频收看节目的完整内容。说结局吧，看好吗？我看好，因为我觉得今天他们学会了一种表达爱的方式。同意，一定会都出来。我非常看好。我倒觉得有点问题了，因为他很明显已经夸不出人来了。伤人者不自知，所以我们每个人都要经常的察觉自己。来吧，看人怎么相见嘛。来，请开门。好，来，站到这儿，站在这儿。就至少从刚才相见那一瞬间，我觉得从肢体上，丈夫是没觉得妻子胖讨厌的，反而好像在身体上更抗拒的是老婆，是吧？觉得这个男人好讨厌。你们自己琢磨吧，回家这点事儿，来一起见证属于他们的浪漫时刻。各位，请见证。老婆，其实你很漂亮。谢谢。我爱你。老公，我辛苦了。谢谢。来，请亮灯。祝你们幸福啊！来，请回。
谢谢你们，谢谢你们。亲密关系说到底不就是一种互动关系吗？良性的互动会让这段感情更紧密，不良的互动会让两个人越走越远。来了解下一对嘉宾的基本情况，各位请看。影响你们爱情的关键是什么？非常的幼稚、浮躁，还死要面子。他性子太急，脾气太大，天天想一些不切实际的问题，还给我画大饼。他现在还有点看不上我，真是不知道为什么。他为什么会看不上我呢？来，有请这对情侣，有请。小苏21岁，来自黑龙江，学生；小钱22岁，来自河南，学生。有请。欢迎两位哈，这谈了多久啊？谈了有2年了，快2年了。同学吗？对。谁追的谁？刚在一起的时候我们那时候还是一个班呢。然后就两个人就玩的也挺好的嘛，然后暧昧一段时间就在一起了。这不才2年吗？就不知道他想什么了。主要是有的时候他的那个情绪我有点就掌握不好。情绪掌握不好是什么意思？就有的时候可能我就说一句话，他那边突然就火了呀，怎么样的，然后性子还特别急。怎么了？看不上他了？没有，就是我们两个暧昧，还有他追我的时候，感觉他就是挺细心，还有挺用心的。然后越往后面在一起时间越久，我就觉得他有点放飞自我了，就整个人都变得非常幼稚，而且很浮躁。这个我怎么理解幼稚和浮躁这2个词呢？就比如说过年的时候吧，他就给我转了那个13、14嘛，我当时觉得挺开心的。毕竟都是大学生嘛，身上有点钱，愿意转给我，然后让我发个朋友圈，我当时就发了，然后发完之后他说这钱是借的，让我给他退回去，然后还说给我留52块钱，让我过年讨个好彩头，然后我当时就很生气，我就把那钱全给他转回去了。咋想的？那过年我就觉得那大家那朋友圈啥的，那发的那就也没有那么少了吧。我也是顾及他的面子呀，对吧？那你看，比如说他一发朋友圈，男朋友就给我发52，那大家看着了，那不也看不上他，也看不起我吗？这有什么看不上、看不起的呢？心意到了就好嘛。那我就问你了，他要发52，直接发，你会晒吗？但我当时我是这么和他说的，你这我是这么和他说的啊。我说你别看我现在那个，我这还在上学，我也没工作，我现在才给你发52，那等我以后工作赚钱了。我说的不是我给你转520、5200都行吗？你就总是这样说，他每次跟我说他要出去兼职啊什么的，然后坚持了好多次，然后没有一次都成功的，就是坚持了几天，然后就不干了。然后又给我说啊，等我这个工资下来了，我给你买这个；等我那个工资下来了，我带你出去玩啊什么，就总是说这种话，然后给我画饼。这就是他在小片里说的画大饼啊。对。一般你们争吵之后，一般怎么解决这些冲突呢？他一般就不理我。他处理问题的方式很极端。就我们每次吵架，他只要情绪一上头，他就跟个小孩一样，然后在那儿又打自己，又捶墙，然后一会儿又走了，我也找不到人。这就是我发泄这个情绪的办法呀！我把这个情绪我发泄到我自己身上了，那我对你的剩下的不就都是好情绪吗？那你那是为我好吗？我觉得他就是拿准了，只要他这样做，我就一定会原谅他。这是你的软肋是吧？对。今年大几了？大4了。这要毕业了，有没有考虑过做些什么呀？肯定考虑过的嘛，就之前说他想挣钱嘛也，然后出去兼职，去那个快餐店兼职了2天，嫌累，然后就回去打游戏去了。在快餐店你说打工，就一天那几个小时还一直站着，然后也挺累的，之后还赚不了多少个钱，他也没有什么前景啊。然后打游戏，那我不也不光是打游戏吗？我不是和我朋友，我们就说弄个直播啥的，那到时候关注量上去了，那到时候赚钱也很容易啊，一个月几万块钱，也播了。关注量上去了吗？不太理想不该问，不该问。就播了2天，那关注量能上去吗？那为啥播了2天就不播了呢？我们就设计的那些东西，就发现大家好像也不是太吃那一套，然后就也付出了很多心血嘛，但是
就感觉这个收获就不太成正比啊，然后就也没弄了。那还有一些其他的什么规划吗？我寻思他如果就是不想干游戏主播了，他平常也挺爱唱歌的，那我就给他介绍一个那种就是唱歌直播的那种兼职嘛，就虽然挣的不多，但起码有份收入嘛。然后又是干了2天就不想干了，我一看他手机，那个工作群里面那种几十秒那种语音，后面全是小红点，就一条都没听过。就对这个工作根本就不上心。那一次他说的那个就语音不听啥的，那次是那个领导在群里，也不知道和谁就发火了，就一直在那说的，那也都不爱听啊。那你看他在那发火发那么长语音，我听了之后，我是不是我心里就不高兴了？所以我才不听他的呀。而且我这直播我坚持的比以前那些工作时间更长吗？就2天就叫更长是吗？他太夸张了呀！我那个干了也快1个月了。哦，那到底想干嘛呀？他跟我说以后想当老师，我说好事儿啊。我说起码你得先考个那种就教师资格证吧。这必须啊。结果都大4了，连那个教资的报名网站在哪都不知道。我就是觉得这个东西它挺好考的呀，就没有必要就太着急嘛，因为就也想着就大学也享受生活嘛。而且就算这个最后我考不下来，我也可以回到我老家那边啊。我在老家那边我有朋友有人脉。然后我很多朋友都是学那个什么艺术类的呀，各大院校都有。我们回来就开一个那种艺术类的补习班，特别像我们老家呢，东北那边，年轻人现在大部分都往外走。那我们回去啊，我们回去之后就没有人能跟我们比得上了，我们肯定就行业的领头了呀。这办法也是行的呀。是，您是一规划之王哈，对，专门做规划的，所以你会觉得他飘了是吧？对啊，而且又没有启动资金。又不能保证他的朋友都愿意和他一起回东北，而且他好像觉得就我只要回东北，我的一切事情都能够干成功。就我家那边，我毕竟是比我俩现在就是待的那个地方更熟悉一点嘛，而且家里人还都在那边。你们俩现在待在哪儿？我现在在成都。成都网红之都啊，现在是吧？对。你要干直播，离开了成都，东北好像还真不是一个更好的选择，是吧？但反正我是这么想的。你看回到家之后吧。我在那很熟悉，而且也是为了我俩以后着想啊。了解了。就职业上面现在来说，基本没有规划，是这意思吧？规划了，回东北干教培。对。你们俩之间有什么规划吗？我每次就和他谈我俩以后的事儿的话，他就都是特别敷衍的那种态度。好，你先说你怎么想吧。就我想的是奋斗个几年，那2个人在一起，那就结婚也是个结果，对吧？然后每次一和他说这个事情，他就就那种态度特别敷衍，然后他也不和他家里说我们的事儿。那我怎么和家里说呀？那我也跟我父母画饼呗，说我俩一会儿今天留成都，一会儿回东北，今天干这，明天干那，我这么跟我父母说，他们能放心吗？而且不是你先答应我的，说咱俩毕业之后一起留在成都吗？现在你又变卦。你看他就总是这样，觉得我说的啥都是不对的，他就是看不上我呀。不是，道理咱毕业以后先说去哪儿。我是想回家那边。你呢？我留成都啊。还聊啥呀？这不是今天还来聊什么呀？但是反正还想再争取一下，就那不是你先答应我的，说好的，咱俩一起留在成都，是你先变卦的呀。那我这不规划到那儿了吗？你觉得你们俩的矛盾核心在哪儿？我觉得就出现在他每次就是把他的成功都用他的嘴说出来，他所有的规划都用嘴说出来，但我看不到他付出的任何努力。还有时间，就天天就在给我画饼。所以你们俩现在这个恋爱谈的是不是不开心的时候更多呀？开心的时候也有吧，但可能就都用了也有了，没像就不像刚开始我们在一起的时候那么甜蜜了啊。所以这个关系给你们带来的可能更多的是彼此消耗，我这么理解行吗？女生说男生说了很多，其实最终落到一点就是没有稳定了，对吧？对，什么都在变化当中。你觉得他有什么问题吗？我觉得就是他的性子呀什么的就很强势，就总想着啥事都想控制着我，然后就还很急。他控制你什么事儿了？就比如说我们2个去看个电影啊啥的，他的那种就是道德感啥就特别高。你说就正常2个人，你说情侣看电影，那电影精彩了，就悄悄的我趴在耳边跟他交流一下，就也不会影响到其他人的那种。我觉得也是可以的吧。然后他的态度就是瞪着我，然后让我小点声别说话那种。
然后不光在电影院，在那个地铁、公交上，只要我声音跟他说话声音稍微大一点，他都很不耐烦。我觉得在公共场合让你小声点很正常吧？你觉得你说话声音很小，我觉得声音很大呀。我就是提醒你一下，你想那么多干什么呀？声音没那么大，就是他觉得很大。细节上已经开始看不上了啊，这叫挑嘛啊。然后还有呢？有一次我们就是赶飞机嘛，赶飞机。对，你看下午2点多的飞机，提前2个小时，12点到，就刚刚好嘛。那他的性子就是啥事都要很提前的去做，然后早上6、7点钟就抓着我一起往机场赶，然后最后在机场白在那坐了5、6个小时。你能不能不要把那些前提条件给省略掉啊？是他先把他的身份证，就这么重要的东西给丢了，然后我想着我们学校离那个机场又远，补办临时身份证明，万一要排队又误机了怎么办？再说那身份证最后不是很顺利办下来了，就让你在机场多等了几个小时，你就意见这么大？那再早他也不用提前那么久吧？本来你看坐飞机他就挺累的，到家都得有2个小时，然后还起那么早，起个大早人还没有精神。那我这是不是也是为了你想让你就是能轻松一点？哎呀，我都无语了呀！哎，2个人在那儿等，不是应该挺开心的事儿吗？一起，怎么会觉得不快乐呢？而且身份证丢了去了，办的又顺利，对吧？时间省下来了，那2个人腻咕在一起多好啊！就是起得太早，就整个人就没精神嘛。所以我想问，如果你不同意的话，为什么不提出你的主张和建议呢？比如说，这件事儿，我觉得10点钟我们出发都来得及，你为什么不提呢？比如说我们2个沟通，他一般是什么情况呢？就他心里已经有一个答案了，而且他已经很肯定这个答案之后再以这种态度来问我，你看我再给你一个跟你不一样的答案，最后他还要生气，最后还是哄他，所以你就忍，然后就爆发，是这意思吗？算是吧。好多年轻的小伙子谈恋爱的时候都这样哈，听你的，忍到最后就开始争执。女生是这样吗？就是你一般都是想好了通知他，而不是没有啊，我也觉得我其他事情我都跟你商量了呀。就去机场这种事情，我觉得咱俩想的应该都是一样的答案，我才跟你去说咱们早点去啊。而且着急的不是你吗？又不是我身份证丢了。那就不说这个事儿，就说你这是没说完又不说了，行，不说就不说，说啥事儿？那就是说他和他朋友出去玩吧。那正常来说，那周六周天是不是应该小情侣俩人出去吃个饭，逛一逛啊？然后他可倒好，一到周六周天晚上，跟他朋友出去喝酒去了。不是喝也就喝吧，吃饭就吃饭吧，我也没说不让你去是吧？你倒是早点回来呀。他们直接玩到晚上4、5点钟才回来，然后就把我一个人晾在外边。那叫凌晨4、5点。啊，对，凌晨4、5点钟啊。我没有回去那么晚，好不好？而且我觉得，我和我朋友都半年多，快1年没见了。我们2个在学校又不是见不着，天天见，那我就那1周。而且我已经跟他说过了，他也同意了，他又给我秋后算账。哎，我想好奇的问一句啊，不就那么一回吗？但反正那次我就觉得我一个人在外面的时候我就挺委屈的呀，因为我觉得他就不像以前对我那么关心了。所以今天你们俩来的真实目的是什么呀？女生先说。留在成都。第一个前提要继续得留成都是吧？留下来之后还有其他的条件吗？就是让我看到他有努力的在找实习工作呀，然后把教资考下来。还有其他的吗？然后我希望他也跟我就是说一些未来我和他留在成都的规划。你自己规划不就行了吗？你要留成都的。因为我的规划是我们2个一起留在成都，然后我们毕业几年我们就留在成都安家了，在那里安安稳稳的，我觉得挺好的。对呀，你不都规划过了吗？留在成都，他考个教资去当老师吗？你呢？我是想就是留在成都，然后做一些幕后工作，因为我们学的都是艺术类的专业嘛。幕后工作指的是什么呢？经纪人方面的。大规划啊，来，你说说吧。就是你这会儿就别支支吾吾的啦。就像我说的那些规划，你要是觉得不同意的话，那咱们2个再商量，就再我改一改，也行嘛。不是，别商量了，教资能考得下来吗？能，回去就考。你愿意当老师吗？我还挺愿意的。喜欢哈。成都留吗？可以，我考虑吧。啊？到底留还是不留啊？
留。这答案是你要的吗？姑娘乐了，为什么乐？你告诉她。我觉得他犹豫的感觉像我在逼他一样。他的点居然是他犹豫的感觉像我在逼他，你知道我的点是哪儿吗？这不是完了吗？等于其实他还是没想法吗？他现在对于未来就是迷茫的吗？你说实话是还是不是？对。你发自内心的想干什么？在哪儿干？我就还没有太仔细的想过这些事情。所以对你来说，其实未来成家呀、职业呀，压根儿都没有认真的做过规划，对吧？对。走一步看一步，是吧？就想着船到桥头自然直嘛，就也不用着急啊。这样的男朋友还要吗？还要吗？你慢慢想着，你们听听老师的意见吧。让我们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这很明显就是步调不一致的爱情嘛。在大学时期谈恋爱，确实在毕业季的时候会遇到这个问题。但是我觉得有一个原则是什么？就是两个人在人生规划这件事儿上互不干涉、互不强迫。就是在女孩的心中觉得，你要是爱我的话，你就要为我做出牺牲，留在成都。可是你有没有想过，他为什么爱你要把自己的人生都赌上呢？就是这样的爱给你，你能承受得起吗？我们没有任何一个人有这个能力说去改变我们爱的人。所以我觉得，你如果做好了自己的人生规划，我以后要留在成都，我要怎么样怎么样，那你去干你的事儿就行。但你不能强迫他，你也不能以不爱之名给他扣上一个你不留在成都就是不爱我这样的一个帽子，对他不公平。那对男生而言就是什么？他现在走的比你快太多了，你想追上他的步伐，你必须要成长啊。你现在觉得他瞧不起你，他就是瞧不起你。可是你不能说一个人瞧不起我，我不去想我自己怎么样，我去怪那个你为什么瞧不起我。那你如果要怪他你为什么瞧不起我，那你就去找一个瞧得起你的人。在还有爱的时间里面，我觉得好好的相爱是最重要的。但凡在这段爱情当中，我已经发现有一个人走得比我快，甚至他不愿意等我，还瞧不起我的时候，要么奋起直追，要么转身就走，没有必要相互指责。但是于你个人而言，于你个人的人生而言，我觉得你此时此刻真的不能再用这种摆烂的心态去面对了，因为你现在不规划，耽误的是你自己的时间和人生。所以我给你的建议就是赶快长大吧。如果说为了你留在成都，他将来事业发展的好，那当然都好。如果将来他事业发展有坎坷，你觉得他应该怪谁？当初我想回东北的，我还不是为了你留在成都的吗？那你觉得他事业有坎坷的话，他应该怪谁？怪我吧。你看，他的事业有坎坷也要怪你，这事儿就有意思了。你觉得你如果留在成都一切都好，那最好。如果留在成都事业有坎坷，你怪谁？怪他。他说怪你，你担这份责任吗？他要为了你留在成都，他就得事业一帆风顺啊，你受得了吗？受不了。受不了吧？我建议啊，你要做自己的人生规划就做，对自己的人生规划负责任。你不要说我为了你留在成都发展不顺怪你，你不要这样，他担不起。我建议你不要担这样的责任，你也担不起，这本不是你的责任。你是个成年人了，至少在身份证上是。决定是否走下去自己决定，决定是留在成都还是回东北自己决定，自己负责，不赖别人，好吗？好。分了吧，姑娘，何必强求呢？你明明知道他对他自己的人生是没有规划的，他对他未来也是没有规划的，他现在只想要及时享乐，他并不想未来到底要有什么样的结果，这跟你的人生方向完全不一样，你还强求什么呢？就像刚雷老师在问的一样，他很快说一句话，你负责任，也就是他现在非常明确一件事情，如果你愿意养着我，
如果你愿意对我没有要求，我们可以继续保持美好的那种享乐的生活。你可以有好的回忆，但是好的回忆有一个前提，要建立在你未来的人生蓝图的基础上，你得挖地基了。你不能光吃喝玩乐，父母在吃喝玩乐他了，你还想当孩子呢？当然了，如果你愿意一直养着他，说，亲爱的男朋友，我也不需要你成长，你天天开心就开心吧，天天玩就玩吧，我出去干我的工作，我出去成长我的也可以，你们可以依然快乐的生活在一起。而且的确现在有好多人的恋爱生活就是这么过的，无论男女，其中有一个人就是只吃喝玩乐，另外一个人就是踏实工作，但是他们的结局没有一个是美好的。所以姑娘想清楚，既然你是一个理性的人，每个人的人生只应该由自己来负责任。他既然不想负责，你也强求不来。当然对于男生来讲，你考虑清楚一下，回东北真的如你所想的有资源吗？不要想1个月就能做好短视频，这里边哪个老师做短视频，这一天直播6小时，累死了。一天到现在这么大的大咖，一天6小时，你能做得了吗？你行吗？你光做2天你就想得到很大的财富，怎么可能？所以记好了，如果你的人生你的自己不能好好选择的话，你不如就躺平了，让自己颓废着。一天直播6小时要6小时，你娱乐主播干了1个月，挣了多少钱？挣了4000块钱。哎，是不是觉得好艰难啊？好烦啊，是不是？对。哎，你知道为什么很多大学生一毕业之后就分手？你知道他们分在什么地方？是因为要分开两地吗？是因为工作方向吗？是因为家里有钱没钱吗？都不是，是因为分在价值观上面。你们俩现在啊，毛病就出在价值观上面。你是一个典型的躺平派，你是一个典型的奋斗派。很多人说躺平是一种选择，我在想躺平到底是在选择什么呢？你知道你在选择什么？你在选择不面对挫败感。他所有一切的问题都是在面对挫败感之后无力面对，所以选择了放弃。所以他一步一步在放弃，一步步所有的事情只要挫败感一来临马上就放弃。4000块钱一天2小时，你就底薪嘛，这4000块钱底薪已经给很高了，说明你别的钱1分钱没挣嘛。所以到最后你会发现一个问题，现在很多的孩子中学大学一路读过来，可能成绩也不差，可能能力也有，我相信你可能在你的专业里面你可能还有一点能力，但是真正面临和自己心中想的那个结果不一样的时候，面临那个失败的时候，面临不如人意的时候，你怎么去面临它？如果你在生活里面所有你将来要面对的一切必须要如你愿的话，除了啃老之外没有其他任何的可能性，因为只有你爹妈可以一如既往的如你愿，你爹妈最多说你两句没了，其他人都有可能拒绝你，其他人都有可能让你得到一个不好的结局。你女朋友选择什么？你女朋友选择奋斗啊，奋斗是什么？奋斗就是面对失败啊，我就一步一步失败的往前走呗。留在成都不容易，不容易怎么了？做人都不容易，但你要选择容易嘛。所以你们是感情的问题吗？不是感情的问题。我跟你讲，承诺分3种。第一种承诺是什么？叫虚荣，就是我所有的一切我都演给别人看，这就是你给他的13、14。第二种承诺叫软弱，就是我说了之后我去做，做了一下我做不成，我就放弃了。第3种承诺才叫踏实，就是我做任何事情我都有可能把它做到。我没有什么感情的建议给你，我只想给你提一个建议，你能不能先做到一件事情，把一件事情做到了再去对他说，可能你的可信度会高很多。就这样。我真觉得你不是恋爱的问题，就前几年特别流行说这人穷的呀只剩下钱了，能理解这句话吗？现在我看你们懒得就只会谈这种恋爱了。如果说过去有，那是父母提供给你的，未来你都没有。今天这女孩提的问题其实就是这个问题嘛，就是未来你拿什么支撑你的生活。唯一的问题是，这也是一个奇怪的点，我也老想不通这个问题，就为什么现在的人特别喜欢承担不该自己承担的责任，反而是自己该承担的责任从不承担。
是因为承担那种不该自己承担的责任是有道义感和道德感的吗？是高尚的吗？比如说，你现在应该承担的责任是什么？是你的职业规划和你生活的好。你怎么承担起别人的人生和未来了？你凭什么承担呀？我在疑问，我说这真的是爱情吗？我是觉得这个恋爱就别谈了吧，一起进入真情60分。刚才老师说了这么多话，就我听进去挺多的。我以后我也会让自己更加脚踏实地一点吧。然后还有就是你说的我一些问题，我会一点一点慢慢改吧，因为我也不说一下子就能把我所有问题都改掉，但我想做出一些跟现在不一样的改变。希望你能再给我一次机会。我觉得吧，如果我能就是看到你有付出行动的话，我也不会说你这么多问题。而且我觉得我们的未来好像就是不在一条规划里面，还是好好考虑一下吧。谢谢两位，请回吧。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我们节目组的唯一官方报名热线是0223606301，情感困惑的观众朋友可以来电咨询，不收取任何的费用，小心被骗。来，莎娜老师预测一下结局。我觉得男出女不出，我觉得应该都不会出来了。双出，那我只能说女出男不出了。不是，你这属于胡搅蛮缠，你知道吧？来，我们来看他们自己的选择是怎样的，请开门。我觉得你应该特别感谢这姑娘，我特别担心你这种状态回了东北，最后就一头倒在了父母的怀里。可以去回东北，去哪儿并不重要，但是要对自己的人生负责呀。还有什么话跟姑娘说吗？就是希望她可以找到自己想要的和他三观更相符的另一半吧。哎呀，你是真软弱呀！你真不是你血性呢？你还喜欢他吗？喜欢。对呀，你喜欢他，你说那我就去追他呗。我即使回东北，我干个样子我也得追他呀。这怎么就轻易就放了呢？哎呀，因为我觉得他可能确实对我就是挺失望的吧。你管别人对你失望不失望，你自己好好做呀。我真是哎，加油好吗？谢谢你，请回。同时也谢谢电视机前观众朋友们的收看和陪伴，我们下期节目再见，谢谢大家。